还是沈兄志存高远，我等实在惭愧。哎呀，你们就别拿沈兄打趣儿了。来，金红兄，别理他们，咱们喝酒。来，大家喝酒。不过就是个趋炎附势之徒。那个孙云谦的父亲是工部尚书孙儒。哎，话说，诸位可曾见过榜上的另一个奇人？文兄是说那个排在17位的穆卓华？不错，这可是自有女子参加科考以来最高的名次了。我记得这穆卓华，经义一科是与沈兄齐名的。经义一科可是只有2份无错卷啊！轻易一科，死记硬背即可。真正看一个人的才华，还得是诗赋与策论。此人诗赋是以中，策论也不过是中上而已。今年上榜者100份策论卷，有99份策论，皆言对外必战，答了平边策，却有1份以中的卷子，立场主和，答的却是仰边策。主和？对北凉主和？北凉侵略我南陈边境，贼心不死，怎么去中求和？这样的试卷，凭什么能拿到以中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样的人，心里面可还有家国大业？就这能污了，这真是。仰边策，亏他能写出这3个大字儿。一介女子，也就这等眼界了。金红，你怎么看？在下觉得，穆公氏的这篇策论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想法。金红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种策论只有贪生怕死之辈才能写得出来。大丈夫处事，应顶天立地。主和并非是贪生怕死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。北凉那些人，可都是宁死不屈的硬茬。这姑娘家的，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，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怕是不敢来了吧？以他的诗才，来了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。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非语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2字，在下领受了，可对这无知2字，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，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说得好。
再加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，比之诸位考官，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论才，本宫不及诸位，未免遭人当面腹诽，背后议论，这主办人不做也罢。你们全当本宫是来赏花的，其余请自便吧。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，错在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，我等读万卷书，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。读圣贤书，却不解圣贤意，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、前程还要不要？哎，晨儿，别忘了，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皇姐如此偏颇的女贡士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卓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太好了，大殿下与定王殿下是帮我等说话的。大殿下哪里是帮我等，分明是不忿公主指摘沈惊鸿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立意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见过皇叔。参见定王殿下。